50岁丈夫精力太过旺盛，妻子被折腾得心力交瘁，竟主动提出要为丈夫纳一房小妾。故事发生在风景独好的江南水乡。吴家太太得知好姐妹难产的消息后，向丈夫请示前去看望，便在这里偶遇了一位美国传教士安德鲁，精通医术，奈何男女有别，众人都不愿意让他为康太太接生。可眼看2条人命危在旦夕，他已经顾不得所谓的风俗礼仪，用西洋医术将康太太从死神手中夺回来。事后吴太太对这位西洋人以表感激，没来得及多聊，便匆匆赶回府上。因为今天是老爷的50大寿，本该是个值得高兴的日子，可他却在宴会上当面宣布了一个令人不解的决定：吴太太竟然要主动为丈夫纳妾。儿子听闻此事后，更是坚决反对。作为新时代教育下的青年，凤木对3妻4妾这种落后的封建恶习抱怨反叛心理，但他毕竟还是个孩子，纵使再怎么反对，也改变不了母亲的决定。次日，一个名叫爱莲的女孩就被送进了吴府大门，可阴错阳差之下，却让凤木先一步偶遇了这个女孩。两人都处于情窦初开的年纪，仅仅一个照面就对彼此萌生了一样的情愫。奈何父亲早就为凤木安排好了婚配人选，在此之前，他需要好好读书，考一个好的文凭。吴太太不禁联想到前几日那位美国传教士，于是便把安德鲁找来担任儿子的老师。爱莲嫁入吴府，这天他也应邀出席。安德鲁见女孩年纪轻轻，还以为是凤木的婚礼，结果没想到新郎官竟是吴老爷。宴席上宾客们满脸都洋溢着祝贺的笑容，吴太太脸上却有着一种说不出来的平静。她在高墙大院之内压抑了这么久，早就看淡了所谓的感情与亲情，给丈夫纳妾也只是为了减轻自己的压力。第二天一早，爱莲身穿旗袍来大厅里向长辈们请安。门外的凤木看见这一幕后，眉头紧皱。等女孩离开后，走到母亲身边，极力劝说她要将爱莲送回去。可吴太太却丝毫不在意自己儿子的话，随后带着安德鲁来到了书房，说以后这里就是给凤木上课的地方，还向男人介绍了自己最喜欢的一本书《红楼梦》。年轻貌美的女孩被卖到夫人家里服侍，年长于自己30多岁的吴老爷。可没想到，这个白天看起来谦卑有礼的男人，晚上却换了另一副模样。爱莲被折磨得心力交瘁，而吴老爷的正牌妻子就是因为受不了这般虐待，最终才选择主动为丈夫纳妾。这天，府上管家送来消息，说吴夫人的二老因为涉嫌参加革命活动被抓进了监狱。他急切地想去看望父母，身为一家之主的吴老爷却不同意，理由是府上大小事务还需妻子帮忙照看。这天晚上，凤木正和老师在院里看星星，吴太太听见声音后走了过来。安德鲁见状，将望远镜递过去，这是他第一次看见如此浩瀚美丽的夜空。吴太太顿时觉得自己像个井底之蛙，惊叹于西方的先进技术，同时也对一直信奉的封建保守思想起了动摇之心。她索性跟着父母一起上课，学习西方的先进思想。今天是安德鲁的生日，吴太太吩咐下人做了一份丰盛的饭菜。就在众人聚在一起庆祝的时候，安德鲁创办的孤儿院却意外失火，目前还有数名孩子被困其中。他顾不得自身安危，迈着坚定的步伐冲进了火场，可许久都不见出来。一向理智的吴太太却慌不择路，往身上倒了1桶凉水后也冲了进去。幸好两人最后都有惊无险地逃了出来，孩子们也都没事，只是他们因为救人一事被传出了绯闻。吴太太不做亏心事，不怕鬼敲门，对这些流言蜚语视而不见。另一边的爱莲正冒着大雨在庭院里寻找东西，忽然一把油纸伞出现在头顶，紧接着凤木又拿出一个银项链，问她是不是在找这个东西。女孩难言激动地点了点头，这是母亲生前留给自己的遗物。爱莲还以为找不到了呢。新婚没多久，吴老爷便开始留恋风月场所，原因是尚且年轻的爱莲满足不了他。老太太指责儿媳没有管理好家庭，可吴太太只是神情淡然地说了一声对不起。凤木则时不时用余光盯着对面的爱莲，脸上写满了爱慕与不甘。餐桌上每个人都藏匿着属于自己的小心思。今晚是镇上第一次通电，当地会搭台唱戏以表庆祝。一家人除了吴老爷都在场，台上表演着梁山伯与祝英台的爱情故事。吴太太怕安德鲁听不懂戏腔，于是便耐心帮他翻译，可深情的语句却促使周围气氛变得越来越暧昧。男人抬起旗袍下白皙的腿，轻轻用手按摩，然而肌肤之亲的接触却让女人心旷神怡。她尽量控制住自己的呼吸，可被雨水打湿的发梢和衣服还是勾起湿漉漉的情欲，连接了2颗孤独的灵魂。嫁进吴府这么多年，安德鲁是除丈夫以外第一个让她心动的男人。晚上，吴太太拿着男人给的望远镜看星星，结果无意中发现儿子跟丈夫新娶进门的小妾
姐在花园里幽会，他直接跑过去给了女孩一巴掌，并斥责爱莲不守规则，竟然做出此等违背伦理的举动。女孩不堪受辱，准备上吊自杀，好在被安德鲁发现，及时救回来。与凤木一样，他也希望吴太太能放过这个尚且年轻的女孩。女人最终被打动，趁着夜色偷偷将女孩送出了吴府，而凤木也决定斩断情根，启程前去参军。临走前，安德鲁将爱莲老家的地址告诉了他。不久之后，战争的炮火就烧到了江岸小镇，吴老爷带着一大家子逃难，可吴太太却坚持要留下来照顾孤儿院的孩子们。可惜安德鲁最终还是死在了日军的枪下，他则继承男人的遗愿，将这些孩子抚养长大，教他们读书写字。不久之后，战争结束，凤木也退伍回到老家，身边还多了一个阳光开朗的女孩，正是与他一同参军的爱莲。他们熬过了战争与炮火，经历重重危险，终于走到了一起。故事结尾，导演用了一个俯拍的镜头，将三人的身影定格在江南翠绿的大地之间，寓意战争结束后新生命的蓬勃。故事到些结束，国内拍的电影都还是不够大胆，其实真实的故事应该比这里狗血。还是喜欢看台湾和韩国的电影，导演很敢拍，所以大家才更喜欢看。